一道银光从天而降，亡灵警觉地召唤出雷蛙，与之抗衡。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中，亡灵遭遇了红蝶的偷袭。亡灵在与他的交锋中，巧妙地利用言语刺激，试图打破红蝶的道心。在一番激烈的法术对决后，亡灵凭借生死意境和机智的战术，成功逃脱了红蝶的追击。红蝶的攻击如暴风雪般无情，他的飞剑带着意境之力，几乎将亡灵逼入绝境。然而，亡灵在生死边缘，用生死意境唤起红蝶对亲情的回忆，让他的攻击出现了瞬间的破绽。利用这个机会，亡灵成功逃脱，并在逃离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仙界碎片中的巨大掌印，这让他有了新的领悟。在高空中，亡灵模仿那巨大的掌印向下一按，虽然这一掌并无实际攻击力，但却让红蝶首次露出了惊慌之色。这一掌虽是虚招，却足以证明亡灵的潜力和对天道的深刻理解。红蝶意识到亡灵的威胁，决心不能让他继续成长下去。在惊心动魄的对决后，亡灵耗尽了所有灵力，凭借驱兽圈的辅助和丰富的经验，他迅速补充丹药，并机智地利用御剑开启传送阵，随机选择了一个仙界碎片逃离，成功摆脱了红蝶的追击。红蝶对亡灵的逃脱感到意外，他意识到亡灵不仅身份非凡，而且法术高强，法宝众多，必定是朱雀星上某个5级修真国重点培养的精英弟子。红蝶决定暂时放弃追击，转而寻找仙界之气，以增强自身实力。亡灵随机传送到了一个火的世界，这里岩浆遍布，空间裂缝如同利刃般划过天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裂缝，最终安全降落在地面10丈之上。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中，亡灵对大罗派为何在此设立传送阵感到疑惑。他猜测这样的环境可能蕴含着丰富的仙界之气。在探索过程中，亡灵发现了一个大洞，正当他准备进入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座传送阵，从中走出了2名大罗派的弟子。他们提醒彼此注意空间裂缝，并透露了此地是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是大罗派始祖偶然发现的宝地。亡灵悄悄跟随这2名弟子，了解到仙兽府是仙界仙兽的栖息地，尽管劫难后许多仙兽灭绝，但仍有残存。他意识到这就是大罗派再次设立传送阵的原因。亡灵决定继续跟随，寻找机会夺取他们手中的洗灵壶，这是一个能够快速吸收仙界之气的宝物。在探索仙兽府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具骸骨和神秘的光团，光团中散发出仙界之气，引起了他的警觉。三师兄命令6师弟上前查看，却暗中设下陷阱。果不其然，骸骨突然化作碎末，一条细丝从光团中弹出，直扑6师弟。三师兄及时出手，剑气劈开细丝，救下了6师弟，并认出细丝为仙兽之粮，一种深受仙兽喜爱的物质，通常出现在仙兽之灵附近。在追击仙兽之粮的过程中，师兄弟2人深入洞府，最终来到了一个布满细线的洞穴。洞穴中，一块玉石散发着浓郁的仙界之气，旁边有一具黝黑的骸骨，身上有金色铁片和一把与幻象中相似的仙剑。更令人震惊的是，一条黑色细线在骸骨上钻动，仿佛赋予了骸骨生命。亡灵迅速隐藏自己，目睹了三师兄和6师弟在面对数万仙界之粮的恐慌和混乱。在生死关头，6师弟展现出真正的实力，牺牲三师兄为自己争取逃生的机会。亡灵在混乱中趁机夺取玉石，但放弃了飞剑和铁片，因为他意识到时间紧迫，必须立刻逃离。在逃亡过程中，亡灵利用游魂留下神念，试图混淆追踪者。然而，黑色细线似乎疯狂了，它穿透墙壁，迅速消灭了亡灵留下的游魂。亡灵在仙兽府内穿梭，而黑色细线紧追不舍，导致多处洞穴在他的破坏下坍塌。亡灵发现无法使用挪移之术，于是加快速度向上方冲去。他注意到游魂的数量不再减少，意识到黑色细丝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然而，随着洞穴的进一步坍塌，亡灵意识到整个仙兽府的大半部分已经被埋葬。亡灵决定暂时不离开，而是用神识探查周围的情况。令他惊讶的是，6师弟孙雷并没有死，而是在不远处向他的位置靠近。亡灵决定隐藏起来，静待孙雷的到来。孙雷出现后表现出警惕，但很快放松下来，与亡灵交谈。他透露自己并非大罗剑派的弟子，而是混入其中的。亡灵对此保持沉默，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孙雷试图接近亡灵，但被亡灵警告不要再靠近。孙雷停下脚步，询问亡灵是否得到了仙界之粮洞穴中的3样物品：仙玉、仙剑和金色铁片。亡灵否认得到了任何物品。孙雷对亡灵的修为感到疑惑，他怀疑亡灵隐藏了实力。他提到仙玉是无价之宝，仙剑非凡，而金色铁片可能是防御类仙器。亡灵对此表示认同，但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孙雷越是看到亡灵的从容，越是觉得亡灵深不可测。他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亡灵的神识和周围的环境都让他感到危险。亡灵的沉默和冷静让孙雷更加确信，亡灵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可能隐藏了真正的修为。孙雷提出合作，希望能够联手取得仙界之粮洞穴中的3件重宝。他提出只要仙剑，其余2件物品可以让给亡灵。亡灵对此表示不感兴趣，
这让孙雷感到意外。他试图通过交换条件来说服王林。王林对仙剑上的禁制有所了解，知道自己短时间内无法取走仙剑，因此他并不急于获取。他提出要孙雷的迷寻诀，这是一种能够预先察觉空间裂缝的神通之术。孙雷为了得到仙剑，同意了王林的要求，将迷寻诀的玉简交给了王林。随后，王林要求孙雷的洗灵壶，但孙雷坚决拒绝，因为这洗灵壶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孙雷提出给王林一块洗灵之木，这是一种能够吸收仙界之气的宝物，虽然效果不如洗灵壶，但也颇为珍贵。王林权衡了一番，考虑到仙界的危险性以及红蝶的威胁，决定不与孙雷硬碰硬，以免消耗自己的法宝。他同意帮助孙雷一次，但前提是孙雷必须先给他洗灵之木。孙雷同意了这个条件，但要求到了洞口再交出洗灵之木。两人达成了协议，孙雷带领王林向着洞穴进发，彼此之间保持着警惕的距离。孙雷内心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王林在取得仙剑后有异动，他准备使用门派至宝，即使冒着离开仙界的风险，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他们穿过复杂的洞口，最终抵达了目标洞穴30丈外的位置。孙雷解释了仙界之粮的来历，并推测黑色仙粮的存在与黑色骸骨有关。王林回忆起之前神识探查时看到的黑色细丝在骸骨中穿梭的诡异场景。孙雷在洞穴周围布置了玉简，准备用法术引出仙界之粮并消灭他们。而王林召唤出雷蛙，孙雷对此感到惊讶，更加确信王林隐匿了修为。孙雷发动攻击，引出了大量的仙界之粮，这些细丝如同线团般涌出，数量惊人。孙雷使用玉简释放七彩之烟，暂时阻止了细丝的进攻，但细丝数量太多，七彩之烟很快消散。孙雷不断后退，同时释放剑气，试图消灭细丝。王林的雷蛙吐出雷球，展现出强大的威力，消灭了大量细丝。然而细丝数量依旧无穷无尽。在黑色细丝出现后，王林立刻召回雷蛙，迅速撤退，并释放游魂混淆视听。孙雷在犹豫之后也选择撤退，放弃了冒险等待细丝追击王林后进入洞穴的计划。王林在撤退过程中，雷蛙因消耗过大而疲惫，他不得不停下来恢复灵力。他发现游魂未少，推测黑色细丝选择了追击孙雷。王林来到约定的洞穴，发现孙雷受伤严重，但因为穿着银甲而幸存。孙雷在王林的神识探查下感到忌惮，王林提出为孙雷护法。孙雷虽然内心不信，但表面上接受了。王林放弃了对孙雷的敌意，等待孙雷恢复。孙雷服下丹药后，修为迅速恢复。他提出再次探索洞穴，王林同意前往。当他们再次来到洞穴时，大量细丝再次涌出。孙雷使用一把黑色扇子释放出黑风，将所有细丝冻结。他趁机冲向洞口，留下王林在冰封的世界中。孙雷声称只能封住石溪，先行一步再来救王林，而王林则露出嘲讽之色。孙雷的计划是利用王林作为诱饵，引开细丝的注意力，以便自己能够安全逃脱。然而王林早有准备，他手中握有青山老者的木雕，利用岁月意境的力量，使得黑冰的封印出现了一丝松动。在孙雷得意忘形之际，王林成功的从黑冰中脱身而出，并以更快的速度冲向洞穴。王林的出现让孙雷措手不及，他不得不扔出洗灵之木，而王林则接过之后迅速进入洞穴。孙雷紧随其后，但在尝试夺取仙剑时却被仙剑上的禁制所伤。王林则趁机带着金色铁片逃离洞穴，并使用劲翻的力量冲破而去。孙雷在愤怒和不甘中再次尝试夺取仙剑，但再次被仙剑上的金光所伤。他意识到时间紧迫，必须立刻离开，但在这时，黑色细丝已经从黑冰中冲出，向他袭来。孙雷震惊地发现，黑色细丝的行动比预期的要早，他的师门重宝并没有完全阻挡住细丝的攻击。在生死关头，孙雷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自爆了自己修炼数百年的黑珠，这是他化神后凝结的重要之物，自爆后将导致他的修为大跌。黑珠的自爆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不仅抵挡住了黑色细丝的攻击，也将周围的细丝全部消灭，甚至连洞壁也开始崩溃。这场自爆的威力极大，导致整个仙界碎片开始崩溃，天空中出现了无数的空间裂缝，地面的岩浆喷发，整个天地剧烈晃动，最终开始消散。孙雷消失不见，不知所踪。王林在逃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下方传来的毁灭性力量，同时察觉到束缚瞬移的奇异之力消失了。他立刻意识到仙界碎片正在崩溃，庆幸自己没有使用瞬移，否则可能会被传送到危险的仙界裂缝中。在仙界碎片崩溃的紧急情况下，王林全力运转劲翻，速度恢复正常，但地面的崩溃速度更快。他神识察觉到四周100丈之外已经变成了黑色的虚无，仿佛被一张大口吞噬。王林面色苍白，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吞噬来临前冲出地面。在绝望之际，王林吞下了仙气结晶，感受到了元神的剧痛和澎湃的仙气。他的元神仿佛要崩溃，但同时也滋生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黑暗虚无即将吞噬他的瞬间，王林冲出了地面，速度比以往快无数倍。冲出地面后，王林看到仙界碎片的大地已经坍塌，
天空中裂缝密布，它如同挣扎的凤凰，不断升空。但在前方，一个巨大的裂缝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片虚无。亡灵冲了进去，四周笼罩在黑暗中，强烈的寒气让他脑中一清。他控制身体后退，从一道裂缝中冲出，迅速闪躲裂缝。最终，在仙界碎片完全崩溃的一刻，亡灵成功冲出，消失在高空中。越飞越高，亡灵看到了远处的漩涡，正是进入仙界碎片之地。在漩涡下的平台，有几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里。亡灵出现在平台，喷出一大口鲜血，倒下。在落地的一刻，他用仅存的力量召唤出上万游魂，形成黑色飓风，让平台上的人面色大变。亡灵倒在地上，挣扎着盘膝坐下，拿出丹药，一口气全部倒入口中，开始打坐吐纳。